为什么你握得越紧，失去的反而越快？人的缘分皆有期限，不要执着于任何一段关系。你可以遗憾，但千万不要挽留。你以为你在用尽全力守护一段感情，不，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只是在亲手囚禁它。这句话不是为了让你心寒，而是要让你第一次看清自己的手，那双自以为在珍惜的手，此刻到底是在给予爱，还是在索取命？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藏着一个关于所有人际关系最残忍也最慈悲的真相。那句话是：诸行无常，是生灭法，生灭灭已，寂灭为乐，无常。这两个字听起来像是一种悲剧的宣告，但如果你真的花时间去理解它，你会发现，无常不是失去的理由，而是所有相遇之所以珍贵的根本原因。在佛教的世界观里，一切存在都处于流动之中。山河大地，春夏秋冬，人与人之间的缘分，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凝固不变的。佛学把这称为缘起，每一段关系的诞生都是无数因缘和合的结果，而每一段关系的结束同样也是无数因缘散尽的必然。就像一场烟火，它的美恰恰因为短暂，就像一朵浪花，它的存在本身就意味着终将回归大海。可是很多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我们倾尽所有力气，想要把某些人、某些感情固定下来。我们以为只要足够用力，爱就能够打败时间，情感就能够超越无常。于是我们挽留，我们纠缠，我们一遍又一遍地问为什么，以为只要找到答案，就能把一段已经走向终结的缘分拉回来。但没有人告诉过我们一件事，也许让他走才是对他最深的尊重。今天这支影片要带你走进一个很少有人愿意认真思考的地方，不是让你学会不在乎，而是带你去看看，在执着与放手之间，那条没有人教过你的路，究竟通往哪里？有一个故事发生在一座没有名字的深山古寺里，一个执着的女人，一位沉默的老僧和一盏将熄未熄的油灯。这个故事藏着你我都需要听见的那个秘密。在开始之前，如果你此刻心里也有一段放不下的缘分，或者一个还没来得及说再见的人，请你在留言区打上互不相欠，各自成全，为自己也为那些曾经真心爱过你的人送上一份最温柔的祝福。山路走到后来，就只剩下风声了。28岁的林婉晴第一次意识到这件事，是在她爬上第700级石阶的时候，脚踝已经磨出了水泡，背包的带子勒进了肩膀，但她没有停下来。她是专程来的，带着一个旁人都不理解的目的，带着一份连她自己都说不清楚究竟想要什么答案的执念。3个月前交往了4年的男友离开了她，只因为某天早上，她坐在早餐桌对面，平静地说：婉晴，我觉得我们走到这里就好了。那句话说得太温柔，温柔得像一把没有刀刃的刀，切下去的时候，你甚至感觉不到疼。他试过各种方式，找朋友倾诉，朋友说时间会治愈一切；看心理咨询，咨询师说允许自己悲伤；刷了无数短视频，那些金句一个比一个好听，但看完还是空的。有人跟他说去爬山，爬山能让人想清楚事情。然后有人说山上有座寺，寺里有位老僧，他不开导人，不讲大道理。但有人说只是坐在他面前就会忽然明白一些什么。他不是一个信佛的人，他来这里与其说是寻找答案，不如说是走投无路。寺院的门很旧，漆已经剥落了大半。他推门进去的时候，里面没有香客，只有一个打扫院子的小沙弥。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扫地。
没有问他来干什么。他站在院子里，不知道该往哪里走。这时候，一个声音从侧殿传出来：“进来喝杯茶吧。”他走进去，看见一个老僧坐在窗边，他的年纪大概70了，也许更老。他面前摆着一个粗陶茶壶，2只茶碗。“你在等我？”他问。“不是等你。”老僧说，“是刚好还有1只碗。”他坐下来，接过茶碗，暖意从掌心传进来。沉默了一会儿，他开口了。他把所有的事情都说了。4年，那张早餐桌，那句话，3个月来的失眠，那些他一遍一遍在心里排演的如果他当初不那样说话，如果他能更温柔一点，如果，老僧听着，没有打断他，也没有点头表示同情，只是偶尔喝一口茶，眼睛看着窗外。他说完了，等待着他开口。老僧放下茶碗，慢慢说了一句话：“你爱的是他还是那段关系？”婉晴愣了1秒，然后感到一股说不清楚的愤怒。这什么意思？这不一样吗？他爱他，当然爱的是他这个人，这还需要分开来问。他正想开口反驳，老僧却已经转过头去，望向窗外，没有再看他。“你不妨再想一想。”他说。“不用现在回答我。”婉晴一句话哽在喉咙里，没说出来。他觉得这个老人在搪塞他，或者更难听一点，在嘲笑他。他把茶碗放回桌上，说了句谢谢招待，然后起身走出了侧殿。他在寺院门口站了一会儿，那个问题却像一根刺留在原地不肯散去。你爱的是他还是那段关系？他下山了，但他没有离开，在山脚下的一家小旅店住了一晚，整夜没睡。那个问题在黑暗里翻来覆去地转。他开始想，当初他最难过的那一刻，是因为他走了，还是因为4年走了？他最舍不得的是他看他的方式，还是他们在一起时他觉得自己是的那个人，那个被爱着的、有归属感的、完整的自己？天亮的时候，他还没有答案，但他感觉有什么东西开始松动。第2天早上，他又爬上山去了。老僧还坐在那个地方，好像昨天根本没有发生过什么，或者说，好像他早就知道他会回来。他没有问昨天那个问题有没有答案，只是给他倒了茶，然后开口，说起了另外一件事。“我给你讲一个人的故事。”他说，一个在1000多年前活过的人。大唐开元年间，有一位将军，名叫沈重远。他年轻时英武异常，在边关立下赫赫战功。25岁就已官至万骑将。那一年，他回京述职，在一场宫廷宴席上见到了一个女子，叫做宋青兰。她是礼部侍郎的女儿，弹得一手好琵琶。那天夜里，他在灯下弹曲，指尖拨过琴弦的那一刻，沈重远的心就不属于自己了。2个人的缘分来得快，快得像一场说好要发生的事儿。他们在月下相谈，在长廊相遇。不到3个月，沈重远就向礼部侍郎求了亲。亲事定下来的那天，他在宋府门口站着，看着灯火里那个穿着红裙的女子，心里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他以为那种平静就是所谓此生足矣的感觉。他们成婚了，过了3年温柔的日子。但边关不太平，大唐的边境总是需要人去守的。皇令下来，沈重远必须再次出征。他走的那天早上，青兰站在府门口送他，没有哭，只说了一句话：“早些回来。”他回头看了他最后一眼，心里想，这一仗打完，他就申请回京，再也不走了。那一仗打了整整3年。当沈重远终于班师回朝的时候，街道上人声鼎沸，百姓夹道欢迎。他骑在马上往前看，看见热闹的人群，却没有看见那个穿着红裙的女子。他以为他在府里等他，快马加鞭地赶回去，推开门，迎面走来的是他的岳父。
眼圈是红的。青兰在他出征后第2年就走了，是旧年的冬天，一场风寒，3天就走了。沈重远站在那个庭院里，听岳父说完，一句话都没有说。旁边的人都以为他哭了，等了很久，才发现他只是愣在那里，目光落在庭院中间那株腊梅上。腊梅开着，黄色的小花，还有几滴晨露未干。他后来一直没有再成婚，不是因为他发誓要守着那段感情，而是因为他说他已经得到过了。他说青兰的3年比有些人一辈子得到的还要多。他走了，那3年不会走。老僧说到这里停了下来，婉晴没有说话，只是发现自己手里的茶碗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凉了。他没有挽留，他缓缓开口，但他没有后悔。他当然遗憾。老僧说，遗憾了很多年，但遗憾和挽留是2回事。遗憾是你承认那段缘分真实存在过，挽留是你不愿意承认它已经结束了。这2句话像2块石头落进他心里的湖面，激起的涟漪好一会儿才慢慢平息。他又在寺院里坐了很久，没有再说话。老僧也不说话，只是偶尔给他添一点茶。后来他走了，在下山的时候，他一直在想一件事。3年后，那个回京的将军站在开着腊梅的庭院里，没有哭，也没有崩溃，只是看着那株腊梅发呆。他在想什么？他是怎么让那个失去变成一种可以携带的东西，而不是一道把他压垮的伤？然后有一天深夜，他翻到了一段话，那是出自《杂阿含经》的一句偈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他读了3遍，第3遍的时候，那块压了3个月的石头忽然在心底就碎掉了。又过了1个月，他再次上山，老僧依旧坐在那里。他坐下来，拿起茶碗，问了一件在他心里藏了很久的事儿：那个故事里的将军最后怎么样了？老僧喝了一口茶，慢慢说，他活到了72岁，写了很多诗，大多是写青兰的。他的孙子说，祖父每年腊梅开的时候，都会在庭院里坐1天，一个人什么都不做，但他的眼神不是悲伤的，更像是在跟什么人说一段很长的话。婉晴没有说话。老僧接着说了一句，轻描淡写，像是随口一提，却让他在回去的路上一直走，一直哭，哭了整整2段山路。每一段缘分都是来教你某一件事的，他教完了就走了。舍不得是因为还没学会。他这才想起来，他从来没有认真问过自己，这4年他教了他什么。窗边的那盏油灯，他第1次来的时候没有注意，第2次来的时候觉得它很旧，第3次来的时候才看清楚，那盏灯一直没有被点亮，但他的灯芯是新的，被人细心地修整过。他问老僧，这盏灯为什么不点？老僧说，在等风停。他想了一下，忽然明白了，不是风太大，灯点了会灭，而是风停的那一刻才是点灯最好的时机。那盏灯不是在等待，是在辨认那个最适合他发光的时间。他下山的时候，脚步比任何一次都轻，不是因为他已经放下了，而是因为他第1次愿意承认，也许放下不是某一个时刻突然完成的，而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故事到这里并未结束，但我们可以先停下来执着。在梵文中的意思是抓取或者燃料，这个词在早期佛教文献里出现的频率极高。它不只是指对某个人的留恋，而是指一种更根本的心理机制。我们的心看见某样东西，判断它让我感觉良好，于是自动启动了抓取的动作，想要把它占为己有，想要它永远保持那个令我们满足的状态。这是人类在意识层面最自然的反应，却也是苦最核心的来源。
佛教把这种执着拆解成4种形式：对欲乐的执着，对见解的执着，对规则和仪式的执着，以及对我这个概念的执着。在感情关系里，我们通常同时踩了至少2到3种。我们执着于对方给我们带来的感受，执着于我们是一对这个叙述本身，执着于这段关系代表我是值得被爱的人这个自我认知。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爱的是那个人，但实际上我们爱的是那段关系赋予我们的感觉，是那个被爱时的自己。这就是老僧那个问题的任风所指之处，你爱的是他还是那段关系？当你真正坐下来分开这2件事，你会发现很多执着的本质不是爱，而是恐惧。恐惧失去那种被需要、被珍惜、被看见的感觉。恐惧关系结束之后，自己会变成一个更不完整的人。这种恐惧是真实的，是需要被照顾的，但把它误认成爱，然后用挽留来回应它，是一种代价极高的错误认知。缘起是佛教思想体系里最精密的一块拼图。杂含经里那句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听起来像绕口令，但他在说的是整个宇宙运作的逻辑。没有任何一件事物是独立存在的，每一个存在都依赖着无数个条件的同时成立。一段关系的诞生需要2个人在对的时间、对的地点，以对的方式相遇，需要双方的内心恰好处于某种开放的状态，需要生命轨迹的某种特定交叉。这不是奇迹，是无数因缘和合的结果，但和合就意味着也会散。当构成这段关系的其中某些条件发生了改变，一个人成长了，一个人的需求变了，生命给了其中一方一个新的方向，这段关系就开始松动。这不是谁的错，这是缘起本身的运作方式。就像一棵树必须在特定的土质、水分、光照条件下才能生长，当其中某个条件不再具备，这棵树不是被谁伤害了，而是它所依赖的因缘正在改变。那么挽留意味着什么？挽留在本质上是一种拒绝接受因缘变化的行为。他在说，我知道条件改变了，但我要用我的意志力对抗那个改变。他在对宇宙说，你这个方向是错的，它应该照我想要的那样走。这听起来很英勇，但佛教告诉我们，那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是一种以不舍为包装的暴力，不是对对方的暴力，首先是对自己的暴力，然后才是对那段关系的暴力。一段关系当它到了该结束的地方，如果被强行维系，会发生什么？它不会因为被挽留而重新生机勃勃，它会进入一种僵持的状态，表面上还在，但内里已经枯竭。2个人都被困在一个不再适合他们的形状里，谁都无法自由地成为自己接下来需要成为的人。挽留看似是爱，实则是把2个人都钉在了一个已经结束的时间里，拒绝让彼此继续走向各自的完整。突然想起一句话，跟今天的主题很贴合，是20世纪法国最具影响力的哲学家保罗·菲萨特说的。他说，他者的凝视会将我物化，在别人的眼里，我会变成一个固定的有特定形状的客体，而不是一个不断流动的主体。在执着的关系里，我们常常不知不觉就做了这件事。我们对对方有一个固定的期待和想象，我们爱的不是他此刻真实的模样，而是他在我们心里住下的那个版本。当他改变了、成长了，或者只是诚实地承认了他的不同，我们感到愤怒，因为他背叛了我们对他的想象。但这与佛教无我的概念形成了深刻的对话。佛教说，没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我，我们每一刻都在流动，每一刻的我都和上一刻的我有所不同。那么你的伴侣他也是如此，他今天的自己早已不完全是3年前那个和你在一起的人。如果你爱的是那个旧版本的他，
你爱的其实是一个已经不再存在的影像挽留，是在挽留一个幻象。这是一个令人不舒服的认识，但它同时也带着一种解放。如果连我都是流动的，那么失去就不是失去，而是某种形式的流动到了下一个形状。关系的结束不是消失，而是转化。它化进你的记忆里，化进它曾经改变你的那些部分里，化进你接下来的每一段相遇和每一个选择里。遗憾在这里需要被重新定义。很多人把放下理解成再也不遗憾，好像只要你还感觉到遗憾，就说明你还没有真正放手。这是一种对放下的误解。佛教从来没有说修行的目标是让你变成一个感觉不到任何疼痛的人。佛陀本人在悟道之后，面对弟子阿难的死也掉了泪。遗憾是清醒的，遗憾是你知道那段缘分是真实的，是美好的，是重要的，同时也知道它已经结束了。遗憾是你对一段真实经历的诚实见证，是你拒绝用算了就算了，反正也没什么来低估那段关系的重量。遗憾是一种慈悲，对那段关系也对自己。但遗憾和挽留的根本差异在于，遗憾是朝着过去的温柔，挽留是拒绝走进未来的执拗。遗憾让你带着那段关系继续前行，挽留让你站在原地，用那段关系堵住所有可能来临的新的风景。放下这两个字，在很多人的理解里，总带着一丝冷漠或者绝情的色彩，好像放下就等于我不在乎了，好像放下就是把那段关系扔进废纸篓。但在佛学的语境里，放下从来不是不在乎，而是以更深的在乎为基础的。他在乎那段关系曾经真实存在过的美好，在乎那个人此刻真实的状态，也在乎自己真实的需求和未来。放下是愿意让那段关系以它自然的形状结束，而不是强迫它变形来适应你的需求。冷漠是从来就没有真正进入过那段关系，所以离开的时候什么都没有带走。放下是全力进入，带着满满的记忆和伤口，然后在某一天你慢慢明白，那些伤口不需要被封死，他们需要的是变成更宽阔的内心的一部分。这两件事从来不是同一件事。理解了这些，我们要来谈一个更现实的问题：这些佛学道理到底能怎么用？它不只是几段优美的哲学文字，它是可以落地的，可以在你生活里真实改变你的。第一个实践，我把它叫做缘分日记。不是让你去记录那段感情的每一个细节，不是让你把那些照片翻出来反复看，而是做一件可能你从来没想过要做的事，去写下那段关系。在他还活着的时候，他给了你什么？不是他给了我什么，而是那段关系作为一段独立的生命经历，给了你什么样的成长机会，让你认识了自己的哪一个部分，挑战了你的哪些习以为常的认知。这件事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把你的注意力从失去转向了获得。我们在一段关系结束之后，思维会本能地聚焦在那些不再有的东西上，用那些空缺来折磨自己。但如果你花时间写下那段关系进入我生命之前我还不懂的事，你会发现那段缘分并没有走，它化成了你现在的一部分。这个日记不用每天写，也不要当成一种任务。在你感到那种熟悉的想起他的情绪涌上来的时候，与其让自己陷进那个情绪里面，不如拿出纸笔写3件事。这段关系教会你了解了你自己的什么？它让你变得更完整的是哪一个部分？如果以后有人问你那段感情值得吗？你的诚实答案是什么？写完之后，不用分析，不用评价，就是写，然后放下纸笔去做别的事。这个练习在做的是帮你逐渐把那段关系从我的一部分丧失转化为我的一部分成长。这是一个认知上的重新框架，但它不是阿 Q 精神，不是强迫自己从负面里找正面，
而是在帮你看见一个更完整、更真实的叙述。第二个实践叫做静观冥想，找一个安静的时间，大约15到20分钟，坐下来，闭上眼睛，然后做一件事，回想这段关系里你感到抓取的那些时刻，不是他让你伤心的那些时刻，而是你本能的想要抓住什么的那些时刻。也许是他说要出门，你突然感到焦虑；也许是他跟别人聊得很开心，你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也许是他某天比平常少发了几条消息，你的心就悬了起来。就在那些时刻里，那个抓取的冲动，它的背后是什么？是害怕被遗忘，是害怕自己不够好，是害怕没有他你就不完整。这个冥想不要求你解决那些恐惧，只是去看见他们。就像老僧给婉清倒茶，他不替他解决问题，他只是创造了一个空间，让他能够真正看见自己的内心。佛教有一个叫做正念观察的修行，它的核心是不评判，只观察。你看见那个恐惧，你对他说我看见你了，然后让它在你的意识里慢慢浮出水面，而不是急着把它压回去。当你开始真正看见那些抓取背后的恐惧，你才能理解那些抓取从来不是爱，只是恐惧披着爱的外衣。第三个实践是送别仪式，这听起来可能有点特别，但它是有效果的。你不需要特别的场所，不需要任何宗教背景，只需要一个安静的傍晚和一些坦诚面对自己的勇气。找一张纸，写下你对那段关系以及那个人想说的所有话，不用整理语言，不用让自己的字句优美，就让那些想说的话流出来。感谢、遗憾、愤怒、不舍，还没说出口的爱，全部都可以。写完之后，可以选择把它烧掉，可以选择把它折叠起来放进一个盒子里，也可以选择就那样读完一遍，然后好好的把它撕掉。这个仪式在做的是给那段关系一个被认可的结束。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走不出来，是因为在心里那段关系从来没有得到一个正式的道别，它是戛然而止的，是留了许多未尽之言的，所以它在你心里还是未完成的状态。这个仪式就是你亲手给它写一个结尾，把它从未完成变成已完整。在这个过程里，你不需要假装自己不难过，你不需要用我要放下了来当开场白，你只需要诚实，只需要把那些话说出来，然后告诉自己，这段关系完整的活过了，我也完整的爱过了，现在它可以有一个属于它的形状了。第四个实践是无常提醒，这是一个非常简单却长期有效的日常习惯。每天早上，在你还没有真正被各种事情拉走注意力之前，就那么5秒钟，对自己说一句话：今天的我和昨天的我已经不完全一样了。这句话不是在说什么大道理，它只是在帮你每天重新激活那个认知，流动是常态，改变是生命本身的状态，而不是例外。当你把无常变成一种日常的提醒，而不是只在失去的时候才被迫接受的现实，你和关系之间的距离就会开始发生变化。你会更容易在相处的当下感到珍惜，而不是等到失去之后才惋惜。你也会更容易在关系结束的时候感到心疼，而不是愤怒。还有一件事需要在这里特别说清楚，因为有时候人们会把放手用来逃避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放手是智慧，逃避是另一回事儿。如果你在一段关系里有真实的委屈没有说出来，有真实的需求没有被看见，有真实的感受没有被诚实表达，在这种情况下，用放下来跳过那些对话不是智慧，而是在用佛学包装逃避。智慧的放下是你已经诚实的试过，已经真实的沟通过，已经清楚地看见了两个人之间那个无法被弥合的差距之后所做的选择。辨别的方式很简单，你放手之后感受到的主要情绪是什么？
如果是解脱与悲伤并存，那通常是真正的放下；如果是逃离和什么都没解决的焦虑，那值得再往里面看一看，看看有没有什么对话是需要发生的，什么感受是需要被好好整理的。放下不是跳过，是走过。佛教里有个很美的比喻，修行者过河需要船，但过了河之后，你不会把船扛在背上继续走路。那段缘分是你某一段旅途里的船，它渡你过了一条河，带你来到了一个新的岸边。你可以对那条船满怀感激，可以回头看看它，想念它，但你不需要扛着它继续走，因为前方的路它走不了，只有你的脚走得了。这不是绝情，这是尊重。尊重那条船的使命已经完成，尊重你接下来的路需要轻装前行。所有故事里最后揭开谜底的那一刻，往往不是最戏剧化的一刻，而是最安静的那一刻。婉晴最后一次上山是在她第一次去寺院的将近1年之后。那天下午，山路上的光是侧斜的，把路边的每一片叶子都照得透亮，像是每片叶子里都装了一盏灯。她走得很慢，不是因为累，而是因为他忽然很想好好感受每一步踩在山路上的那种踏实。推开寺院的门，里面只有小沙弥在扫地。他抬起头认出了他，笑了一下说：“师父今天在院子里。”他绕过大殿走到后院，看见老僧坐在一张旧木椅上，面朝那株银杏树，树叶在下午的风里轻轻摇动，黄绿相间，还没有完全转色。他在他旁边的一张小凳上坐下来，什么都没说。他们就这样坐了很久，没有对话，只有风声和偶尔一片叶子旋转着落下的声音。然后他开口说了一句话：“师父，我想我已经懂了，但我还想再来喝几次茶。”老僧没有转头，只是插了一声，然后说：“茶的好处就在这里，你喝过了，还想再喝。”他笑了，这是他在这1年里笑得最自然的一次。侧殿里的那盏油灯，那天终于被点亮了。他不知道什么时候风停的，也不知道是谁点的。只是在他起身告辞走过侧殿门口的时候，透过虚掩的门缝，看见里面有一点橘黄的光在安静地燃着。灯芯是新的，所以那盏光很稳。没有人能告诉你，你放下的那一天是哪一天，就像没有人能告诉你那盏灯等的那阵风具体是什么时候停的。你只会在某一天忽然意识到，那段曾经让你无法呼吸的重量，已经悄悄变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不再是压着你的石头，而是帮你更稳地踩在地上的那种重量，那就是放下了。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说：“一切爱别离，皆是苦之源。以慈悲待别离，苦即转为悲悯。”爱别离是人生最根本的课题之一，没有人可以绕开它。但从苦到悲悯之间的那段距离，就是每一个人修行的空间。悲悯不是佛才有的东西，它是你愿意诚实面对那份痛，愿意给那段缘分一个完整的形状，愿意带着遗憾却不被遗憾拉住继续走下去的那种能力。那段缘分在它还在的时候真实的爱过，在它结束的时候真实的哀悼，哀悼完了带着它给你的一切继续走，就这样就够了。有一个问题我想留给你带走，如果那段关系今天对你说谢谢，你会知道他在谢什么吗？如果你还不知道，那也许是你还有一些功课需要做。如果你已经知道了，那你其实已经在放下的路上走了很远。今天的内容，如果有哪一句话触动了你，或者有哪一段让你想到了自己的某段关系，欢迎在留言区说出来。你不一定要说出那个人的名字，你只需要把那句没说出口的话留在这里。每一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好好见证，包括你的。如果你认为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个赞，点个热推，有能力的也可以打赏。
也请把它分享给你身边那个正在某段关系里走不出来的人。有时候，一个人真正需要听见的话，不是来自亲近的人，而是来自某一个安静的下午，某一段偶然划过的文字。我们下次见。